很多人天天吃鱼进补，殊不知市面上部分常见养殖鱼常年依靠各类药剂喂养，药物残留潜藏在鱼肉当中，长期频繁食用会悄悄损伤身体健康。今天就盘点6种药剂喂养风险偏高的水产，价格再实惠。老人孩子也建议减少食用频次。合理吃鱼有益于身体养护，但选购食材时，不少消费者只看重鱼肉饱满、售价低廉，忽略了养殖环节暗藏的用药隐患。规模化高密度水产养殖模式下，部分养殖户为规避病害减产、保障养殖收益，会常态化投放抗生素、驱虫药剂，个别违规从业者还会私自使用违禁化学品催长增重，这些有害物质会在鱼体内不断堆积，变成隐藏的饮食隐患。下面依次细说6种大众餐桌高频出现、养殖用药问题突出的鱼种，把养殖内幕和食用风险一一讲清楚。第一种是石斑鱼，它在水产市场里定位偏高，肉质细嫩紧实，一直是宴席家常加餐的热门海鲜品类。石斑鱼养殖普遍采用高密度池养模式，鱼群在狭小水体里频繁摩擦，体表极易出现破损创口，水体里的致病菌会顺着伤口侵入鱼体，短时间内就能造成大面积批量死亡。单池石斑养殖投入成本很高，一旦爆发鱼病，养殖户会承受巨额亏损。因此，多数养殖场地从鱼苗投放开始，就定时往水体、饵料里添加各类抗生素，依靠药物抑制病菌滋生。早前多地出口的养殖石斑多次被跨境制检查出违禁兽药残留，这件事也印证了行业预防性大范围用药的普遍现状。除了常规抑菌药剂，少数不良养殖户为加快石斑生长速度、提升单位重量，还会违规掺入激素类添加剂，人为缩短生长周期。人体长期微量摄入抗生素残留，会打乱肠道内部菌群平衡，降低自身耐药能力，激素类物质堆积，也会干扰身体正常代谢机能。家中孩童、体质偏弱的人群尽量少吃来源不明的养殖石斑，想吃可以优先挑选正规检疫的野生海捕石斑。第二种包含鲶鱼与巴沙鱼，这类鱼肉没有细刺，价格亲民，是烧烤店快餐食材的常用原料。民间流传鲶鱼生长环境脏乱的说法，部分不实传言存在夸大成分，但鲶鱼本身属于杂食底栖鱼类，天然习性就是在淤泥、腐殖质环境觅食。不少散户养殖户会使用经过发酵处理的畜禽粪便肥水培育天然浮游饵料，造就了鲶鱼所处富营养化的浑浊水体。高密度圈养环境中，浑浊水体极易滋生细菌与寄生虫，鲶鱼染病概率居高不下，养殖户只能依靠定期投喂抗生素、体内外驱虫药物控制病害。市面上大批量进口的冷冻巴沙鱼隶属于鲶鱼品类，原产地部分养殖水域临近工业区，水体容易出现重金属富集问题，当地散户养殖普遍存在滥用抗生素催肥的现象。巴沙鱼加工环节里，不少加工厂会用合规磷酸盐浸泡鱼片，让鱼肉吸水增重。虽然国标限定用量在安全范围，但长期不间断使用，磷酸盐持续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市面上低价散装的冷冻鲶鱼片、巴沙鱼块货源杂乱，缺少完整检疫手续，不确定养殖与加工环节是否违规添加化学品。想吃这类食材，务必选择商超带质检标识的正规产品。第三种是罗非鱼，凭借低廉售价、少次肉质，常年占据家常水产榜单，红烧、油炸、清蒸都是常见烹饪方式。早些年水产养殖技术不完善时，部分养殖户利用激素类药物改变罗非鱼幼鱼性别，让鱼群雄性占比提升，雄鱼生长速度更快，能有效规避雌鱼频繁产卵拖慢增重的问题。如今国内水产监管法规收紧，正规渔场改用2种杂交育苗，彻底淘汰药物变性的落后手段，但小型散户养殖仍有个别违规操作案例。罗非鱼适应能力强悍，轻度污染水体也能存活，劣质养殖塘水质差，链球菌、寄生虫频发，养殖户为避免全塘减产，会在饲料中混合广谱抗生素做日常预防。土腥味是劣质养殖罗非鱼的通病，孔雀石绿具备去腥抑菌双重效果，却属于国家明令禁用的致癌兽药。
正规养殖企业严守法规，绝不使用。可小作坊、散户为压低养殖成本，偶尔违规投放这类违禁药剂。过往食品安全抽检里就有散装罗非鱼检出孔雀石绿残留的新闻。路边农贸市场超低价散装活罗非鱼，货源大多来自零散小水塘，检疫流程缺失，孕妇、孩童尽量减少食用频次。采购优先选择大品牌冷冻分装产品，出厂前都会经过多种药物残留检测。第四种为黄鳝，红烧黄鳝。黄鳝炖汤是不少地区的特色菜品，民间长久流传避孕药喂养黄鳝的传言。这个说法源自早年不成熟的养殖试验。过去人工繁育黄鳝技术匮乏，幼鳝成活率低，个别养殖户尝试添加避孕类激素促生长。后续养殖试验证实，激素类药剂只会短时间小幅增重，饲养1-2个月后，黄鳝会大规模暴毙，投入和收益严重失衡。正规养殖户早早摒弃这种养殖方式，谣言却在民间持续传播多年。抛开不实传言不谈，黄鳝养殖依旧离不开各类水产药剂。黄鳝偏肉食养殖投喂的杂鱼、动物内脏饵料本身携带寄生虫，与致病菌、高密度水泥池养殖空间狭小，水体更换不及时就会快速恶化。单一个体染病后，病害能快速蔓延全池，养殖户只能定期投放杀菌药、驱虫药维持存活率。还有部分生鲜商贩为了让收购来的黄鳝体态饱满，争重卖高价，私自用尿素、廉价激素短时间浸泡鳝鱼。这类化学物质极易渗入鱼肉内部。现在规模化和归养殖场优化了饲养体系，严控用药标准，但乡村散户零散养殖的黄鳝养殖规范无法统一把控。来路不明的黄鳝不建议频繁食用，尤其处在发育期的青少年，减少进补式吃鳝鱼的频次。第五种是黑鱼，又叫乌鱼、生鱼，高蛋白，肉质紧实。民间一直流传黑鱼促进伤口愈合、食疗滋补的说法。术后人群常会炖煮黑鱼汤调养身体。市面上有传闻，商贩会用色素浸泡黑鱼，改变体表颜色，靠激素类药物抑制黑鱼繁育，加速长肉。相关说法缺少权威实证，大多是网络杜撰内容。不过，黑鱼养殖的用药需求客观存在。黑鱼属于掠食性肉食鱼种，日常饲料以碎杂鱼、去禽边角料为主，这类原料携带病菌概率偏高，幼鱼阶段极易爆发烂身烂鳃病害，病害爆发会造成大批量鱼苗死亡。养殖户发现苗头就会加大药剂用量消杀病菌。黑鱼对水体溶氧量、水质变化十分敏感，池塘水体变质缺氧就容易大面积死亡。日常养殖需要定期全池泼洒消毒药剂，搭配保健类水产药物，提升鱼群抗应激能力。临近捕捞上市阶段，若是鱼体携带大量寄生虫，部分商户会用高浓度驱虫药剂短时浸泡，驱除体表寄生虫，提升卖相。药物残留就此留存鱼肉中。近些年，多地食品安全抽检多次查出散装养殖黑鱼兽药残留超标。不要盲目迷信黑鱼食疗养生的功效，频繁食用来源不明的黑鱼，药物残留日积月累，反而损伤身体。日常食补选择多元化食材，远比长期单吃黑鱼靠谱。第六种是小型土塘饲养的鲫鱼。鲫鱼炖汤是家庭食补首选，很多消费者偏爱城郊小塘现捞的鲜活鲫鱼，误以为土塘养殖等同于天然无功，害食材。实际小面积鱼塘是用药重灾区，几十平米的小型水塘水体容量有限，水体自净能力薄弱，高密度放养鲫鱼后，鱼群排泄物持续堆积，高温天气下水体亚硝酸盐快速飙升，细菌、寄生虫接连爆发，烂鳃病、细菌性败血症是鲫鱼高发病害，只要一条鱼染病，短短数日就能传遍整塘。从鱼苗投放开始，散户养殖户就会在饲料里混合抗菌药剂，定期全塘泼洒驱虫消毒药水。部分养殖户嫌合规药量见效缓慢，私自超剂量投放各类水产药，药剂成分沉积在鱼肉里，无法自行代谢。不少散户为压缩饲养开销，舍弃成品配合饲料，选用餐厨下脚料、变质谷物喂食鲫鱼，鱼群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只能依靠药物维持存活。水塘紧邻农田的情况下，
农田灌溉冲刷下来的化肥、农药会渗入养殖水体，有害物质顺着食物链富集在鲫鱼体内。水库、大型湖泊低密度散养的鲫鱼，活动空间充足，水质优良，病害发生率极低，基本无需药物干预。采购鲫鱼优先挑选大水域出产的货品，避开低价散装土塘鲫鱼。综合来看，上述6种水产或是受养殖环境制约，必须频繁用药，或是养殖密度过高，病害频发，只能依靠药剂保命，并非完全禁止食用。难点在于普通消费者没有专业检测手段，无法分辨单批次水产的药物残留是否达标。婴幼儿、老年人、孕期女性身体耐受度偏弱，长期不间断摄入残留药物，有害物质在体内持续堆积，容易诱发各类隐性健康问题。日常吃鱼不用一味追求低价鲜活，优先选购有正规检疫凭证、大品牌加工的水产产品。条件允许，可以挑选海捕野生鱼种、生态低密度养殖水产，多花少许费用换来饮食安全。看完本期水产科普，记住合理挑选食材的小技巧。想要持续了解各类食材避坑知识，别忘了点个订阅。后续持续分享更多实用的食品安全干货，帮大家避开餐桌上的隐形隐患，安心享用各类生鲜食材。